首先，我们先讲一讲正手下旋拉的击球时间，到底是上升期、高点期还是下降期？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业余高手，这3个时间段你都要会处理。我们先讲一下最基础的正手拉高调，击球时间就是下降的前期，我们去合这个力。咱们很多的业余球友啊，在拉下旋球的时候总是下网。那么下网其实影响因素有很多。我们乒乓球这项运动是一个制造弧线的运动，是吧？我们就是想办法让它的运行轨迹最后能落到对方台子。那球台就这么大点儿，对吧？你劲儿大点儿，劲儿小点儿，偏一点儿都不行。那么正手拉下旋的时候，一旦球下网了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？我给大家分析一下。第一点，有可能是你板型压得太低，或者说前倾的太狠啊，压板压太多了。那么根据像光的反射原理，那你压力越多，它肯定越往下走啊。你稍微亮一点，它有可能上来了。但是很多人呢陷入一个误区，认为我们这个下旋一拉下网，就盲目的或者是一味的去追求我这个板型稍微后仰一点。那我做一个示范，你看一下啊。那咱们看一下正手拉下旋啊，这是个下旋球对吧？那你们下网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看我这么拉，哎，你看这板型都立得什么样了啊？啊，它依然可能下网啊。有的时候，咱们有的球友就这样啊，他蹭不住是不是？哎，感觉也摩擦了。这个的原因就是你的弧线偏短。接着说哈，这个弧线偏短的主要原因，球的飞行轨迹不仅跟它的出手角度有关，还跟它的水平速度有关。就是说刚才这个球，我这么多都下网，并不是说板型不对，而是你给球的水平速度不够，造成球的弧线不是偏低，这个叫弧线偏短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加大球与拍撞击的速度啊，应该说球拍与球撞击的速度啊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刚才那种感觉啊，这种它就下网了，它那板型还不动啊。哎，我稍微往前使点劲儿啊，我稍微往前使点劲儿，它就上台了啊。再分一下下旋球啊，我们需要给球从下到上的力。那么你的引拍就不要过于往后。我们的起点与击球点的相对位置，决定了你的发力方向。比如说刚才的球弹起来下落在这个位置，那我球拍在这儿出手，我向上向前的多。那我球拍是在这儿出手，向前向上的多。看清了吧？就说我引拍的时候到这儿，有可能就上了；那我引拍到这儿，这个球可能就下网。我们讲第二种情况，就是前冲弧线球。前冲弧线球是高点期。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要在高点期拉弧线球呢？高点期的球比较高，我们制造弧线的时候需要注意，我们的击球的高低会影响你的出手角度、出手速度、摩擦撞击的比例。那么前冲弧线球之所以能冲，主要原因是因为球在高点期附近我们击球，我们从后到前的力多，那就必须要保证这个球稍微高点。如果球这么低，你从后往前使劲，它一定是下网的。球越高，你可能越向前的多；再高了，你可能向前下了，就是这个原理。所以在拉前冲的时候，你要找着高点，这个时候去出手。那么高点出手的时候，我们业余球友会发现，你跟马龙那个前冲，人家这个前冲为什么那么转还能前冲？咱们稍微转一点，前冲不了了。我给大家分析一下，你先看这个球，如果你的劲儿比较小，你看我这拉前冲哈，如果你的力比较小，它克服不了这下旋，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撞击力哈啊，看点哈，你得发力，有一定的撞击才能向前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球，你给球的足够撞击力，能让球保证足够的弧线。你劲儿越小，它碰着拍它就掉下来了。你的力量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旋转的，只是说你的板型、你的发力方向、你的撞击力量的大小，它都会影响到球的运行轨迹。所以说，前冲弧线球，即使我们的引拍很标准、很到位，然后呢，发力方向、球拍的板型都没有毛病。
如果你劲儿足够大，你还能克服它的下旋。如果你的力小了，哎，就对不起，是下旋了，是旋转了。所以说，你看他们打削球的哈，那个球砍得非常非常转，有的球还能冲，就是因为它的力量大。那么关于前冲后旋球，就先讲这么多。讲第3种方法，就是上升期拉。上升期拉的时候呢，其实在使用场景，主要就是针对于对方，比方说我正手摆个短，他一般劈长，我们回不来啊，搓，你还没等回到位了，球顶过来了，你再等到这儿，等到这球在这儿了，这你怎么拉？你肯定拉不了了。所以这个球呢，如果对方劈的比较急、比较快，你身体还没有完全还原，可以选择上升期去拉。上升期拉呢，就是球刚刚上升。上升期的球有什么特点呢？我们借力比较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因为它下旋还是有一定旋转的，所以说我们不要一味的盲目的去发力，动作要做得小一点，引拍不要太往后，主要是靠借它的力，咱们往上蹭这一下这种感觉。啊，我给大家模拟一下，就是我摆完短之后，身体来不及回来啊，我故意晚一点回来，大家看一下上升期如何去拉这个球。你看我故意晚点还原啊，跟着球走，上升期啊，这是上升期拉的啊。